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推荐10部绝世虐恋剧，任嘉伦、程毅、白鹿领衔主演，想不看都不行。盘点近3年追过的最好看的10部古装虐恋大剧，爱奇艺视频3部，腾讯视频3部，优酷视频3部。B 站1部，有古装复仇大爽剧、古装仙侠虐恋剧、武侠探案剧、古装神话剧等，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不同需求。每部都是黑马爆款，集美门第1名，简直封神了。10. 爱奇艺七夜雪，李沁、曾舜晞、王弘毅、陈浩森、金泽浩、邵雨期、刘金言、马希儿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改编自苍月的同名小说《七夜雪》，讲述了不羁剑客霍展白为友人之子求药，结识了药师谷主人薛子夜。8年时间，二人日日相处之中，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江湖世界，种种波折后暗生情愫，约定来年在梅树下共饮，却因各自背负的责任而难言爱意，最终只留下天人永隔遗憾的故事。特别喜欢《七夜雪》这种慢节奏的剧，尤其是感情戏部分拍得特别好。李沁果然是越虐越美，越素越美，特别适合这种柔弱外表下搓磨不平的内核大女主。曾舜晞也演活了霍展白，重情重义，感情专一，特别是8年的感情描述特别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突出后期两人错过的遗憾，更揪心，更难忘。9. 腾讯视频流水迢迢，任嘉伦、李兰迪、徐正熙、高寒、张雅钦、张丰毅、温峥嵘、陶欣然主演的古装爱情剧，改编自萧楼的同名小说《流水迢迢》，讲述了生性善良、活泼好动的江湖小女子江慈四处游历，却意外卷入外表俊美、内心深沉左相裴言宇背负着家族深仇的岳洛城少城主魏昭之间的权谋斗争。流水迢迢陆陆续续还是追完了，为魏昭江慈深感遗憾，也许只有遗憾才能深入人心。最后两人的相处总是透出一股忧伤，回想起来总是会落泪。魏昭的命运实在太过于悲惨，嘉伦和兰迪两人演得挺好的，特别喜欢他们的对视眼神戏，真的很触动。可惜这个剧好像看的人不多。8. 优酷视频琉璃，程毅、袁冰妍、刘学义、张雨绮、白树、侯梦瑶、李俊毅、周俊伟、韩成宇主演的古装仙侠剧，改编自14郎的网络小说《琉璃美人煞》，讲述了前世是阿修罗魔神的楚玄机，因为一场阴谋转世为人，成为名门正派少阳派掌门次女。楚玄机天生六感缺失，对人间情爱毫无感觉。5大仙门的簪花大会即将在少阳派举行，楚玄机的双胞胎姐姐楚玲珑被委以接待各派参赛弟子的重任。期间，玄机与前来参加大会的离泽宫守徒与司凤一见如故，结下友谊。在面临爱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力下，携手共对百般腥风血雨的故事。琉璃美强惨的天花板，这部剧虐是真虐，与司凤不是吐血就是在吐血的路上。程毅的演绎让司凤这个人物有了灵魂，他的情绪十分准确且有层次感，悲伤的、欣喜的、无奈的、失落的，每一个神态和动作都让你相信真的有这样温柔善良的司凤存在。剧里面的歌曲也很好听，最喜欢情人咒和爱若琉璃，每次配合剧情都很触动我，很好哭。7. 优酷视频长月烬明，罗云熙、白鹿、陈都灵、邓卫、孙珍妮、余波、耿叶婷、李佩安、黄欣瑶、郑国林、黄海冰主演的奇幻仙侠剧，改编自藤萝未知的网络小说《黑月光拿稳》BE 剧本，讲述了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孤注一掷，回到500年前，化身叶家小女儿叶惜雾，
阻止彼时尚未被邪念彻底侵蚀、备受欺凌的景国之子澹台烬成为魔神。阻止其成为魔神的过程中，二人渐生情愫。与此同时，黎苏苏为改变澹台烬的命运，以身正法而回归本善的澹台烬，却因魔胎之躯难逃非议和觊觎，以身设局，逆转了上古魔神留下的命运诅咒，扭转乾坤，阻止灭世危机的故事。澹台烬好惨亦难，爱惨了叶惜雾。大婚之夜定灭魂定就已经够虐了，没想到又来了以我先髓，换你血骨。叶惜雾说与澹台烬生生世世不复相见，真的虐死了。剧情整体节奏也比较紧凑，不拖泥带水，整体而言值得入坑。6. 爱奇艺云之羽，虞书欣、张凌赫、程磊、卢玉晓、金靖、田嘉瑞、孙晨俊、温峥嵘主演的古装爱情剧，讲述了在宫门选亲大典之际，无名的刺客云蔚山混入其中，意图探查情报。然而，宫门之主及原定继承人宫焕宇遭到不明刺客的刺杀，这使得一直被边缘化的四公子公子羽登上了宫门之主的宝座。局势突变，云蔚山不得不将策略目标转向新任公主公子羽。经过精心策划，她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公子羽的新娘。他原以为这便能让他完成任务，重获自由。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更为险恶的挑战。在公子羽看似游手好闲，实则被迫继位的背景下，而他唯一能够利用的，只有那个看起来不学无术、被迫成为公主的公子羽的故事。云之羽剧情是很有张力和戏剧冲突的，还融入了悬疑谍战和宅斗权谋风格，爆款元素拉满，全员帅哥美女，审美在线不说服，话到也不拉垮。妥妥的颜狗天堂啊！5. 爱奇艺周生如故，任嘉伦、白鹿、李怡如、王星越、周露拉、姚逸晨、苏梦云、吴曼思主演的古装剧，改编自墨宝非宝的网络小说《一生一世美人谷》，讲述了年少成名、战功赫赫、深受将士和百姓爱戴的小南陈王周生辰与善良可爱、出身名门的未来太子妃崔氏独女崔时宜，两人虽然身份悬殊，但彼此深爱着对方。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和家族恩怨，他们的爱情之路充满了坎坷和磨难。最终，周生辰为了国家大义而牺牲，时宜则带着对周生辰的深深思念殉情。周生如故是一部不敢看第二遍的剧。偶尔刷到一些片段，还是会为周生辰、时宜感到惋惜。任嘉伦和白鹿的演技太好了，这部真的是悲美学天花板啊！但我觉得它不是虐，是悲。从头到尾两人没有误会，但是从开头就注定了最后会遗憾的结局。没有情情爱爱的冲动，有的只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克制。4. 腾讯视频长相思，杨紫、张晚意、邓卫、戴露娃、王弘毅、谭健次、王真、侯长荣、郑国林、陈创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长相思》，讲述了流落大荒的浩陵王姬小妖历经百年颠沛之苦，披着文小六的男人马甲，在清水镇过隐姓埋名，过着悬壶为生的日子。机缘之下，与西阎王孙枪玄、青丘公子涂山璟、九头蛇妖香柳几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期间，小妖以身犯险，帮助枪玄夺回西炎的王位。在涂山璟和香柳一个似水一个似火截然不同的真爱面前，他毅然选择了国家大爱。后香柳战死沙场，小妖伤怀，与璟一起归隐的故事。长相思这部剧最虐的点就在于，每个人都说爱他，但是感觉个个都不爱一样。真正需要人的时候，没有一个在，都是小妖自己扛。小时候是他一个人逃亡，长大后每个人都说爱他，但一个都不愿意来，都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罢了。3. 优酷视频东宫，陈星旭、彭小苒、魏千祥、斯琴高娃、罗嘉良、杨恭如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
改编自肥我思存的同名小说《东宫》，讲述了李朝皇子李承寅为联姻接近西周九公主曲小凤，两人不打不相识，彼此吸引而相爱了。好景不长，李承寅利用小凤灭了他的母家部落，小凤难以承受，跳下传说中的忘川，打算忘情，爱毁交织的李承寅也随他跳下。两人再见时已忘记对方及和对方有关的一切，开始与李朝太子李承寅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的故事。宿命逼美学，故事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儿女情长在家国天下面前终究不堪一击。男女主演技太让人赞叹，沙漠中的彭小苒一袭红衣真是惊艳到我了，陈星旭的转头变脸杀更是让人瞬间上头。虽沦陷于颜值和剧情无法自拔，但当小凤恢复记忆后，饱受折磨，最终自刎，永远不能原谅李狗子。2. 爱奇艺一念关山，刘诗诗、刘宇宁、方逸伦、荷兰豆、陈浩宇、常华森、王艳、张雷主演的古装武侠剧，讲述了安国朱一为前左使任如意因机缘巧合成为吴国营地10小分队成员，之后和吴国6道堂堂主宁远舟、风流浪子于13、公主杨莹、聪敏少年袁禄、御前侍卫钱昭等人为了追寻真相与正义，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冒险之旅，在经历生死考验，共同成长的故事。这部剧中不仅展示了超凡的武艺和智谋，更在生死考验中深刻体会到了友情、爱情和家国情怀的珍贵。小分队从初次相遇的陌生，到并肩作战的默契，再到最后的艰难抉择，每一个情节都让人共情，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6道堂，5人去，无人归。换个角度看，这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全员 he， 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不沉浸在悲伤中，好好欣赏剧情和打戏吧，都是大场面，可见主创人员的用心。这部剧算是高开高走了吧。1. B 站古相思曲，张雅钦、郭嘉男、朱琳雨、全一伦、庄汉、黄敬周、淳于珊珊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改编自3000余的网络小说《古相思曲》，讲述了来自现代的历史畅销书作家沈不言因穿越而邂逅史称妖后的皇后陆渊。在一次次的时空穿梭里，沈不言看到了陆渊身上的家国情怀，得知世人把陆渊误读为妖后的原因，也决心为蒙受唾骂的陆渊证明。这一场双向奔赴的千年爱恋，却发生在一条背道而驰的时间线上，以至于他情深时他不知，他深情时他不识的故事。强烈推荐《古相思曲》，逆穿题材非常新颖的古偶，知竹大大导演，细节满满，前后呼应得当，剧情紧凑不拖泥带水。虽然是小成本网剧，但主角的演技可圈可点，男主演神戏超级棒，女主打戏超帅的。剧中陆渊身着华服在城楼上演奏的那一幕，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赴死前看心爱之人最后一眼，心痛不舍有，但更多是夙愿已了的释然。这样的结局，不失为另一种圆满。